一个角色培养到什么程度算可以呢？让我这个白烂玩家给各位旅行者指明一个轻松的方向，就是打开这个角色试用，就以这个里面的角色伤害为标准，那就可以了。就这么说吧，只要你手里的角色有试用里这个角色的强度，那么就可以去培养下一个角色了。然后根据你的这个游戏时长、角色的数量、手里的原石以及喜欢的程度，再去考虑要不要追加投入。因为这个试用里的角色强度几乎就是达到了原神这个游戏里面最高的强度要求了。你看这个试用克洛琳德的面板，他打出的伤害，再看我这个克洛琳德的面板，打出的伤害，然后我用我这个克洛琳德是可以打过这些深渊的，而且我这个队伍里面北斗他除了拉等级，其他也没怎么培养。然后这个香菱呢，双爆我也没有配平，夏沃雷也没有突破，生命值也没有到4万，所以你可想而知，原神这个游戏现在难度有多低。那很多时候其实不是缺角色的培养质量，而是缺角色的数量。很多好用的角色就是要等 up 的时候一点点攒起来的。然后我们说原神的这个终局内容，也就是深渊嘛，在未来会加入新的秘境。那么它考察的点也不是你的角色强度有多超标，而是你角色的数量。那也就是说，未来原神的终局内容，它会用策略来作为一个难点，所以在培养上就不需要太强迫自己。当然，每个玩家的耐受是不一样的，有的玩家他就愿意多刷圣遗物，觉得很有趣嘛。那有的玩家就不愿意，比如说我就非常讨厌刷圣遗物。所以我说这个试用就是一个强度的下限，因为我自己就是常年在这个强度打深渊的感受，就是简单的能打满，但是真的像 3.7 那种打不满，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我这个标准的重点它不是能不能满，它这个标准是我玩的累不累，在玩的不累的基础上再收获强度。而且正常来说，一个玩家玩的时间久了，他的角色强度肯定是超过试用角色的。还是我这个克洛琳德以及他的其他队友，那最基础的养成我都没有做完嘛，就当下来说，这个强度是已经够用了，你把它培养完，那强度肯定就溢出了。而且我还是个零氪玩家，还是一个对于强度不怎么感兴趣的玩家。那如果是一个月卡玩家，而且还有些沉迷于追求强度的，那么你的账号强度提升速度肯定是远大于这个游戏的难度提升速度的。所以很多烦恼，比如说什么圣遗物本坐牢啊，没有命座玩不了啊，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我们很多视频呢，都喜欢去展示一些高伤害，展示一些强度嘛，所以潜移默化的就影响了一些玩家的判断标准。追求强度本身呢，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但是高于游戏要求的这一部分，它需要玩家额外付出的这一部分，并不一定是每个玩家愿意支付的成本。所以说强度这个事儿和赚钱真的还是蛮像的，你没钱呢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你想要赚的越多，你付出的就越多，要找到一个自己的平衡点。然后你看去玩版本体系，就相当于去风口里赚钱，性价比高。但是最关键的是要想明白自己赚钱是为了啥。那有的人他就是热衷于赚钱，看到自己的存款变多就会很开心嘛，也相当于你看到自己的角色面板提升、伤害提升就会很开心。那有的人他赚钱其实就是为了花钱，那只要满足了自己的开销，干嘛还要加班呢？所以说那么多，主要是想给社区里面加入一些不同的观点。因为有时候我看很多人玩原神，被一些什么0+0、1+1、2+1啊，多少分双爆的这些虚拟的标准往前推着走，玩的还是挺紧张的。其实可以完全再放松一些，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没了要求之后，反而玩起来还蛮开心的。好的，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